能把食人鱼当点心、鳄鱼当美食的亚马逊巨塔，在海洋界究竟有多豪横？亚马逊雨林作为世界上现存不多的原始森林，孕育了无数战斗力爆表的野生猛兽。恶名远扬的食人鱼就是亚马逊河的产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连鳄鱼见了都退避三舍的食人鱼，在他们眼里居然只是塞牙缝的点心、日常小零食。亚马逊巨塔凭什么如此豪横？又为何会有水中群狼的称号呢？这群长相呆萌的家伙就是我们这期的主角——亚马逊河巨塔。作为一种幼科哺乳动物，巨塔在13种水塔可是妥妥的体型王者。一只成年巨塔体长可以达到 1.8 米，体重能到32公斤。即便是体型稍小一点的雌性，体重也有26公斤。别看它们长得溜光水滑，内部肌肉可十分发达，短小的四肢更是灵活有力，脚趾中间都有皮蹼，2个前掌跟人的手一样，打斗抓握特别方便。有水中群狼称号的它们，一般都是5到9只为一个团体。天生脾气暴躁、爱打群架的巨塔，简直是亚马逊河里的战斗力王者。连彪悍的食人鱼和凯门鳄都只是它的盘中餐。巨塔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强？凭什么能轻松捕食鲨鱼呢？体型庞大的巨塔食量也十分惊人，一只成年巨塔一天就要捕食8斤猎物。在亚马逊的原始河流里，几乎所有的鱼类都难以逃脱，包括凶悍的食人鱼群。满嘴尖牙的食人鱼2个短小精悍，咬合力惊人，一口就能撕下约16立方厘米的肉，只要闻到血腥味就会疯狂攻击任何生物，几乎瞬间就只剩下一堆白骨。在亚马逊河也是顶级猎杀者的存在，但就是这么凶猛的鱼群，居然是巨塔稳定的食物来源。巨塔捕猎食人鱼的时候，一般都是3、4只一起出动，扑到食人鱼群里，打散队伍，然后合力围捕一部分食人鱼，直到把它们逼到岸边，就可以大吃一顿。这时候的巨塔会用灵活的爪子直接抓起食人鱼就咬。要知道食人鱼的外壳可是十分坚硬的，但这对长着24颗锋利尖齿的巨塔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就算是皮肤像骨骼一样坚硬的清道夫，对它来讲也只有当下韭菜的份儿。巨塔到底有何秘籍，居然能轻松猎杀顶级猛兽凯门鳄？凯门鳄在原始水域一直都是霸主的存在，体长可以长达4.5米，体重更是能高达300-400公斤，而且浑身还披着异常坚硬的战甲，没有动物敢随便招惹。但天生机智的巨塔可不怕。凯门鳄体型庞大，但也有缺陷。身为冷血动物的它们，每当气温底下的清晨，行动力就极其迟缓，反应也很慢。精明的巨塔就会抓住这个机会，主动出击进行捕杀。擅长团队作战的他们，会先派出最弱小的成员去骚扰挑逗凯门鳄。一旦凯门鳄发起攻击，就离死不远了。这时候迟钝的凯门鳄再怎么攻击，也很难咬到灵活的小巨塔。而且鳄鱼的爆发力虽然强，但耐力极差，没几个回合下来就会体力耗尽。这时候凯门鳄里的扛把子就会伺机偷袭，一下跳到鳄鱼背上，死死咬住猎物的头部。其他的成员更是蜂拥而上，用尖利的牙齿把鳄鱼的铠甲撕破，直接扯出内脏，成功拿下猎物。一家人正好大吃一顿。这种团队搭配、协同作战的策论和狼群狩猎如出一辙，所以当地人又把巨塔叫做河狼。但凯门鳄的体型和战斗力都是碾压式的存在，所以巨塔也就只敢狩猎那些小型凯门鳄和凯门鳄幼崽。成年凯门鳄也经常会捕食巨塔的后代，所以巨塔和凯门鳄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世仇了。巨塔的一生几乎都是生活在水里，出生不到2个月就会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习生存和捕猎技巧。它们天生就自带水中生活的技能，能够开关鼻孔和耳孔来防水。又长又粗的尾巴不仅可以带动身体快速游走，而且还能在水中极其灵活地调整方向。就连它们脸颊2侧的胡须都大有妙用，极度敏感的胡须能让巨塔感受到水流很细微的变化，配合它们独特的能在水底变换形状的眼部肌肉，即便是捕猎水底的鱼，巨塔也可以准确把握方向，顺利捕杀。但近些年人类在亚马逊雨林的频繁出没，还是给巨塔带来了灾难。巨塔的皮防水性极高，被当地人称为皮毛之王，不少被猎杀的巨塔都成为了获取高额报酬的商品。再加上人类对栖息地的破坏，巨塔也越来越少，甚至成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榜上有名的濒危动物。